这一次的93阅兵将是人类历史上最震撼、最瞩目的一次阅兵。它不仅让日本紧张，让全球屏息以待，甚至连川普都被爆出正在筹备高级访华计划。说的就是今年的9月3号，即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大阅兵。我为什么说它全球瞩目啊？因为这次跟以往的阅兵有3大不同，而且每一个都是分量十足。哪3大？这条视频我将用8分钟的时间带你感受一下属于今年93阅兵的全面冲击。先说第一个不同，时间节点。93阅兵啊，是不是有点反常识？这一般的阅兵不都是在11国庆吗？怎么今年提前了，还特意选了这9月3号？背后有何含义呢？翻开历史，你就会发现，新中国成立以来，一共有18次大阅兵，而其中有15次都是在国庆期间的，仅有3次是非国庆。而这上一次的9月3号还是在2015年，也就是10年前。为什么？2个原因，一是纪念抗战胜利。1945年9月2号，日本正式签下投降书，所以从此以后的9月3号都被我们定为抗战胜利纪念日。这第二呢，就是亮剑。2015年，美国当年在搞些什么亚太再平衡，小动作不断啊，不但拉着日本改安保，挑动钓鱼岛局势，甚至还把军舰开进了南海，战机隔三差五贴脸侦察，频频挑衅，一连串的动作让整个东亚火药味十足啊。而中国呢，随即就举行了一场非国庆阅兵，来向全世界回应。随着航母杀手、东风21D 导弹这类大杀器的亮相，从此周边啊，还真就安静了不少。而今年再次选在9月3号，意味同样不简单。你看眼下啊，全球局势复杂，俄乌、印巴、伊以冲突不断，战火升级，世界局势再一次到了需要亮肌肉的时刻。与此同时啊，2025年又恰逢抗战胜利80周年，而这一次呢，一批抗战老兵，包括国民党的抗战老兵，也将受邀到现场观礼。你想想，10年过去了，目前还健在的这些老兵们，基本都是年近100岁了，所以这很有可能也是他们最后一次能亲眼见证的大阅兵啊！这个意义大家想想，让当年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辈们再来看一看。他们曾经用命拼下来的这片土地，早已挺直了腰杆，越来越强。那这第二点就是意义啊，大有不同。先说一下咱们国家的阅兵啊，我觉得至少可以总结为3大作用。第一，展示国防进步。有谁还记得1949年开国大阅兵的时候吗？那时候飞机都不够啊，咋办？飞了2圈来凑数，就连枪、坦克很多还是从日军那儿缴获的。但在那之后的每一次阅兵，我们都在进化。1959年59式坦克亮相，意味着中国也能造属于自己的装备了。再到了1984年，战略导弹的第一次亮相，那一次全世界都知道了，中国不只是能打，还能打得很远。再到2019年，东风17、歼20等各种尖端武器轮番上场，彻底打破了世界对中国的刻板印象。而这第二类嘛，是纪念性阅兵。你像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的时候，我们就请了17个国家军队组团来参加，让全球一起来纪念反法西斯胜利，致敬和平。还有这第3类叫实战演练型，比如2017年朱日和沙场阅兵，坦克、飞机全实战演练，真刀真枪地展示了作战能力。而今年为什么我说最不一样？因为这一次不仅是升级装备、纪念历史，很有可能还要改变未来战争的玩法。据媒体透露啊，本次93阅兵将会有4大新制作战力量首秀，包括无人智能作战、水下攻防体系、网络电子战、高超声速打击武器。这意味着未来的战争将彻底告别靠飞机轰炸、靠士兵冲锋的老路，直接进入科幻片模式。比如前段时间火出圈的机器狼啊，看着像个玩具，但实则战斗力拉满。它能在危险区域代替士兵执行侦察、攻击、运输任务，这就等于军犬加侦察兵加运输兵3合1啊！再比如空中航母9天无人机，
一口气能带200架小无人机飞7000公里再投放，每一架都能侦察、攻击，甚至自爆，相当于一支会飞的智能空军。还有东风41洲际导弹，射程1.4万公里，相当于半个地球都在它的射程之内，而且最大速度超过20马赫，相当于什么？16分钟到伦敦，20分钟就能到纽约了。而这些黑科技都有可能在本次阅兵中亮相。而这第3个不同嘛，就是嘉宾不同。以往的阅兵大多是我们自己人看自己的军队，但今年呢，很多的外国领导人和政要都会受邀共同出席。届时的天安门广场也将变成全球瞩目的现场直播啊！这些历史级别的镜头啊，我是建议最好邀请法新社也来拍。而这场阅兵谁来谁不来，谁又愿意坐在一起，早已说明了一切。比如啊，俄罗斯总统普京，他已经确定来了，而且要待上4天，这是他近几年出国访问中停留时间最长的一次。韩国总统我们也邀请了，但他还没表态，那他的选择也引起了众人的遐想。毕竟10年前啊，人家朴槿惠可是毅然前来啊。更让人期待的是，据日本媒体报道啊，川普可能也会在下半年访华啊。这里咱们瞎想想啊，如果董王真的来了，那这场面可就大了，100%会载入史册。最后我想说啊，这场阅兵我们并不是在炫耀什么，而是在向全世界摆明立场，同时也是在为了提醒我们自己，今日的和平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更不是别人施舍恩赐的，而是无数的中国人浴血奋战出来的。西方这些年一直在试图淡化中国在2战中的贡献，但数字不会说谎。我们整整付出了3500多万人的代价，牵制了日本60%陆军。可以说，没有中国人的贡献，2战的结局可能早就改写了。而今天的我们比任何时候都要强大，都要有底气。所以这些真相，这些历史，我们作为后代必须铭记。还记得毛主席那首诗吗？虎踞龙盘今盛熙，天翻地覆慨而慷。如果还有人想像过去一样耀武扬威，炸我大使馆，撞我军机，最好掂量掂量现在的我们捍卫和平的决心有多强。散会。